书接上回，火神轰炸机的远程空袭效果并不理想，虽然对机场跑道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损伤，但是经过阿军地勤人员的短期修复之后，跑道很快恢复了起降标准。在第一轮轰炸任务过后，9架隶属于英国皇家海军航空队配属无敌号航空母舰的海鹞 FRS-1 垂直起降战机，携带着 BL-755 集束炸弹，再次向马岛的斯坦利港机场以及俄律野战机场进行空袭。但是空袭结果并未取得重大成果，英军的一架攻击机还在俄律湾机场被击毁了。英国空军的2次空袭都是出师不利。虽然英国空军的轰炸对阿军未能造成实质性的损害，但是却影响了阿根廷空军的部署。由于担心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空域安全，阿根廷把本就为数不多的幻影3战斗机调回到首都防御，也就削弱了阿军对马岛制空权的控制。在5月1号下午，为了回应英军的轰炸行动，阿根廷空军发动了由 A4 天鹰式攻击机、匕首式战斗机、堪培拉轰炸机以及幻影式战斗机等36架战机组成的第一次大规模袭击，以英国海军801中队的海鹞式与阿根廷第8大队的幻影式战斗机为空战开幕式，双方接连爆发了3次空战。阿军的一架幻影3战斗机、一架堪培拉轰炸机、一架短舰战斗机被英军的海鹞战机击落，另外还有一架幻影3战斗机在与海鹞战斗时受伤后，在撤退时被自己人击落。这一天也标志着马岛战争空战的正式开始，也是双方空中力量的第一次直接较量。而且只有鹞式战斗机之间和短舰战斗机、幻影3战斗机之间的空战才是真正意义的空战。堪培拉轰炸机是在执行任务时被击落的。经过这次空中战败后，出于敌我空军战力的考虑，阿根廷空军对于制空权的争夺便放弃了。幻影3此后也就再没和海鹞交过手，转而使用 A4 和短舰以空中突击作战为主。英国空军在这次截击战中大获全胜，而英国海军也是不甘示弱。5月2号，英国皇家海军征服者号核潜艇在进入到攻击位置后，对阿根廷海军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发射了3枚鱼雷，一枚击中船头后方15米处的装甲带，并没有造成伤亡，另一枚则击中了船身3/4处，穿透到机械室附近爆炸。爆炸虽然没有引起大火，但仍然使船内浓烟滚滚，爆炸更是损坏了船上的电力设备，使舰船无法发出无线电求救讯号。之后不久，由于救援迟缓加上恶劣天气，贝尔格拉诺将军号沉没，全舰有323人丧生。这次战斗的死伤人数占了阿根廷军总伤亡的将近一半，这也是英军海战中最为成功的战斗。英国这次行动本想是对阿军的士气予以重创，却没想到激发了阿根廷死战到底的决心。如果说之前还只是武装冲突，尚有解决余地的话，那么从这一刻开始，马岛争夺已经演变成为高强度的局部战争。战争的胜负尤为重要，但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的沉没不仅让阿根廷在战争中也失去了部分制海权，同时也让英国海军的威胁顿时减少了一半，对阿根廷海军也是一次沉重打击。认识到自身实力不足之后，阿根廷海军从此只能在军港里打防御战，而阿根廷空军也负担起了支援和打击的双重任务。但是在马岛战争中，英军并非是完全碾压阿军的，阿军在这场战争中也是取得过骄人战绩的。5月4号，阿根廷海军航空兵的超军旗攻击机用飞鱼导弹对英国的谢菲尔德号驱逐舰发起攻击。谢菲尔德号在上午10点左右被飞鱼导弹命中，导弹引信故障未能引爆战斗部，但是残余的推进剂在舰上燃起了大火，导致20人死亡。谢菲尔德号最终在5月10号沉没，为被击毁的贝尔格拉诺号巡洋舰报了一箭之仇。谢菲尔德号被击沉的消息传回英国之后呢，英国国内一片哗然。5月25号，超军旗又用飞鱼击沉了英国的大西洋运输者号运输船。其实在阿军的这次行动中，谢菲尔德号是替舰队中的航空母舰顶住了致命的一击，否则航空母舰如果遭到任何打击，都会迫使英国立刻终止其在南大西洋的军事行动。而战争的进程也在5月中旬逐渐加温。5月21号，英军在马岛的圣卡洛斯港进行了大规模的登陆，阿根廷空军奉命对登陆的英军进行拦截。随后，英阿两军在马岛上空再次爆发了大规模空战。英国的海鹞战机以其优异的性能，共击落了9架阿军战机，
包括4架短舰战斗机和5架天鹰攻击机。5月23号，阿根廷空军再次大举进攻，却失败而归，1架短舰战斗机被钥匙战机击落。5月24号，阿根廷空军进攻编队再次在进攻行动中被钥匙战机击落了2架。5月25号，在阿根廷独立172周年的这一天，阿根廷海空军的空中力量对英军全力进攻。也许是国庆光环的加持，阿军对英军造成了较大的打击，但是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共有4架天鹰攻击机被英军防空导弹击落。此后，由于武器弹药缺乏，阿根廷空军的攻势日渐减少，双方空战的次数也随之下降。6月7号，由于制海权和制空权的损失，阿根廷陆军作战艰难，阿根廷空军决定再次出击，但是依然惨败而归。在这天的空战中，海钥式战斗机再次击落了3架天鹰战机。据后来统计，英军海钥战机在马岛空战中，在零伤亡的情况下，共击落了21架阿军战机，赢得了空战21-0的不俗战绩。而钥式系列战斗机仅在地面的防空火力中损失了8架，阿根廷空中力量却在对敌进攻和空战中遭到了重大损失。对于已经丧失了制空权和制海权的阿根廷陆军来说，战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6月13号，经过一阵炮火轰炸后，英军登陆部队冲进了首府斯坦利港，与负隅顽抗的阿根廷军队展开了最后的战斗。在1982年6月14号凌晨3点，驻守岛上的阿军自知败局已定，只得向英军投降。当天下午，阿军指挥官马里奥·梅雷德斯少将签署了投降协议。6月20号，二战后规模最大的海空作战以英国的全面胜利而宣告结束。马岛战争长达74天，造成了255名英军阵亡，775人受伤，649名阿军阵亡，1657人受伤。这场战争保留了英国人的尊严，虽然该岛的主权一直存在法律争议，但是它应该在联合国的领导下由英阿两国和平解决。而阿根廷直接占领马岛的举措，无疑是对英国主权的侵犯，所以撒切尔夫人直接对阿开战，看似有点草率，但是对英国而言意义重大。而阿根廷在马岛战争中的失败，使得国内局势更加动荡，最终导致了加尔铁里军政府倒台。在英国，马岛战争的胜利使铁娘子撒切尔夫人的威望大幅提高，也帮助英国保守党赢得了1983年大选。这场战争在英国阿根廷关系史上都是举足轻重的。马岛海战是对二战后的英国海军两栖作战能力的一个实际考验，同时对日后英国海军两栖作战方式以及制定两栖舰船的发展对策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启示，也揭示了在现代战争中武器装备与后勤补给的重要性。阿军的物资短缺也是导致阿军战斗失利的重要因素之一。而反观英军，不仅作战物资供应充足，而且武器装备性能较高，对制海制空权优势尽显。双方军事力量的高低是最终导致战争走向的关键。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关注加评论，我们下期再见。